今天要分享的是这两个字，它们也是一组反义词，它可以拆开用，也可以合在一起，还有一些生活里的成语。拆开用是这样的，比如手机在桌子上，手机在桌子上，小猫在椅子下，小猫在椅子下。先来分清楚它有几种意思，再结合场景去理解怎么用。先看例句，然后多造句，这样就能掌握啦。第一个是指在职位或辈分上较高的人或较低的人，他们的统称。公司最近上下都很忙，公司最近上下都很忙。老师的话搞得全班上下都很紧张，搞得全班上下都很紧张。你看，上下说的就是一个集体或组织里的人，这些所有的人，家里人也可以用这个词，比如祖母生病了，全家上下都很担心，全家上下都很担心。疫情的时候，全国上下都被关起来了，全国上下都被关起来了。第二个是地理位置的从上到下，比如摩天轮上下有100米那么高吗？摩天轮上下有100米那么高吗？这座山你说上下有多高呀？你说上下有多高呀？这栋楼上下有100层吧？这栋楼上下有100层吧？奶奶腿脚不便，上下楼都需要有人搀扶，上下楼都需要有人搀扶。商场有了电梯，顾客上下都很方便。商场有了电梯，顾客上下都很方便。第三个是指程度上的高低优劣，比如不相上下，难分上下，这两个词意思是差不多的，一般是用来形容两个人的技术或能力水平差不多。我和他的滑雪水平不相上下，我和他的滑雪水平不相上下。再比如遇到对手了，我和他下棋总是难分上下，我和他下棋总是难分上下。那两个人的创作水平难分上下，创作水平难分上下。第四个是用在数量词的后面，表示一个概数，就是左右的意思。比如这一片玉米地能有1000斤上下的收成，能有1000斤上下的收成。它呀，我觉得看起来有70公斤上下吧，70公斤上下。那件衣服200块钱上下就不算贵，那件衣服200块钱上下就不算贵。好，这4种基本的用法你理解了吗？接下来是有关上下的成语，实际上它也是从这4种用法延伸出去的。上下就是对范围的一种描述，比如上下一心，上下一心指的就是一个集体所有的人一条心，一心这个意思就是说大家团结一致，齐心协力。比如这个项目只要我们上下一心，肯定能按时完成。只要我们上下一心，肯定能按时完成。我们全家人上下一心，一定能度过难关。我们全家人上下一心，一定能度过难关。公司里的上下关系，刚毕业的孩子是处理不好的。公司里的上下关系，刚毕业的孩子是处理不好的。我呀，懒得搞上下关系，我觉得先做事后做人比较重要。事情办得漂亮，上下关系自然就好了。事情办得漂亮，上下关系自然就好了。我的工作不太存在上下关系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。上下关系，合作关系。上下逢源，字面意思是说到处都能遇到充足的水源，是比喻那种遇到事情得心应手，非常顺利的情况。一般呀是当贬义词来用，比如他特别擅长交际，在公司上下逢源的，
但业务能力实在是不太行。在公司里上下逢源的业务能力，他到哪儿都是上下逢源的，像这样的评价就不算是夸奖。像他那种上下逢源的人，你太单纯了，少和他接触比较好。像他那种上下逢源的人，如果你太单纯，少和他接触比较好。刚才这几个词，上下这两个字是挨在一起的，上下一心，上下关系，上下逢源。接下来这三个词，上下两个字呢是分开的，七上瞒下，七上瞒下，七上八下，七上八下，上蹿下跳，上蹿下跳。第一个词，七上瞒下，一般是用在工作的环境里，对上欺骗，博取信任，对下隐瞒，掩盖真相。比如说，新来的财务欺上瞒下的做假账，新来的财务欺上瞒下的做假账。如果一个人总是抱着侥幸的心理，欺上瞒下的，很难在社会上立足。欺上瞒下的那种态度真的不行，欺上瞒下的那种态度真的不行。第二个词，七上八下，七上八下是形容心里面特别慌乱不安，心神不宁。七上八下，比如说飞机遇到气流，我觉得七上八下的好害怕呀，七上八下的好害怕呀。他还没有回家吗？我觉得七上八下的好担心呀，七上八下的好担心呀。外婆怎么了？我好像有什么感觉呢，七上八下的，我好像有什么感觉，有预感，就觉得心里面七上八下的。最后这个词，上蹿下跳，上蹿下跳，蹿跳这两个字是动词，从下往上，这样就是蹿。上蹿下跳是指四处活动，比如说小松鼠上蹿下跳的寻找食物，小松鼠上蹿下跳的寻找食物。再比如说小猫上蹿下跳的好可爱呀，小猫上蹿下跳的好可爱呀。如果你用上蹿下跳来形容一个人，一般就是贬义的意思了。比如公司聚会，他在那儿上蹿下跳的像个小丑。公司聚会，他在那儿上蹿下跳的像个小丑。如果遇到什么紧急的突发情况，朋友很慌乱，你也可以跟他说，你不要上蹿下跳的，镇定一点好吗？你不要上蹿下跳的，镇定一点好吗？不要上蹿下跳的，镇定一点。好，今天的词就是这些啦，我们下一期分享左右，左右，拜拜。